男人刚跟女友打完扑克，不料一大批警察竟破门而入，接着就不由分说地将他按倒在地。竟是 FBI 和缉毒局的联合行动，警方在家里搜出了大量的违禁品，更恶劣的是，居然还有2把大家伙，这意味着他会面临严重的刑事控告。然而吉米却丝毫不慌，只因父亲是前任的高级警官。就在他信心满满的等父亲捞自己出去时，不料父亲却让他为了家族利益认罪。检察官告诉他，按照刑法，他最多也就在里面待上4年。吉米思前想后，当即便答应下来。法庭上，对于法官的审问，他没有任何辩解，大大方方地承认下来。可审判结果却让他当场蒙圈。法官认为他非法持有重武器保护自己的面子，已经构成有组织的犯罪。但鉴于他认罪态度良好，当庭就判了他10年监禁。吉米跟他父亲这才知道，他们都被检察官给骗了。You lied to me, Beaumont! You fucking lied to me! 7个月后，狱警带着吉米来到医务室，里面竟是骗他的检察官和一位女探员。吉米嗅到一丝阴谋的味道，原来女探员通过调查发现吉米天赋异禀，在牢房里不仅能和所有帮派都交上朋友，还在里面发展了一门副业搞钱，适应环境的能力极强。看着女探员还在喋喋不休， Fucking tell me why I'm here. 女探员这才转回正题。We would like you to transfer to another prison and befriend someone to elicit a confession. We need precise location of a dead body. We suspect that the man that you'll read about in that file has killed 14 women, maybe more, but... 然而警方现在只找到其中1具尸体，他们急切需要找到其他受害人。可听到对方被关在满是神经病的监狱，吉米当场便拒绝了。他可不认为自己能和这种人做朋友，给多少钱他也不会做。不料探员给他下了一剂猛药，两人答应他只要套出尸体的下落，就减免他剩余的所有刑期，条件很诱人。但吉米还是不干。女探员表示对方正在上诉，一旦上诉成功获得释放，将会有更多少女惨遭迫害。吉米还是无动于衷，没办法，女探员只能给他留下一份档案，让他再好好考虑一下，毕竟这样的机会可遇而不可求。到了晚上，吉米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最终他还是没能忍住打开档案，里面记载的案件让他震惊。这是一个连环杀人案的凶手，不仅手段非常残忍，而且只对年轻女孩下手。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当所有线索都指向一个胡子男时，他们竟然没有一点证据证明他有罪。警方陷入两难之境，为了尽快寻找突破点，他们才出此下策派人去他身边当卧底。吉米也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在探亲时询问父亲的意见。父亲告诉他，那里关的都是无期徒刑的魔鬼，让他好好在这里待着，自己会尽快想办法保他出去。可刚过2天，继母便给他传来一个噩耗，父亲为了他的事情一时火大中了风，可能撑不了多久了。随后继母带来父亲的一句口信， He told me you got some way of getting out of here earlier than the 10 years. 结束了通话，吉米转身便找到女探员合作，通过一顿鬼迷日眼的沟通，成功通过了女探员的面试。而他接下来要面对的就是眼前这个可爱的胖子。此人名叫拉里，如果只是看他的外表，很难把他和连环杀人案联系到一起。可当探员拿出一张受害者的照片时，拉里的表情瞬间大变，他竟然将整个作案过程完完整整的说了出来，还说自己事后都会为他们叠好衣服。很多细节都是警方没有对外公开的，他们很确定自己抓到了幕后凶手。可当探员将认罪书拿到他面前时，拉里又说自己没干过这些。虽然在探员的引导下签了字，但法官却认为拉里有严重的人格障碍，很容易受到暗示的影响，因此这份认罪书并不具有法律效应。最终法官批准了拉里的上诉，1个月后他将被无罪释放，留给警方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与此同时，女探员带着吉米坐上飞机，并给他伪造了一个新的身份，除了监狱长和心理医生，任何人都不会知晓他卧底的身份。而女探员则会以他女友的方式参与这次行动，必要的时候可以做出一些亲密的举动。吉米当即便来了兴趣，结果却遭到探员一个大大的白眼。最后女探员警告他，千万不要暴露身份或者被加刑，一旦触碰红线，我们之间的协议立即作废。随着专机落地，吉米坐上前往监狱的囚车。可当他们就要赶到目的地时，他的心里突然打起了退堂鼓。毕竟自己已经被检察官坑过一回，否则他也不会被判10年监禁。谁知道这次他们会不会又耍自己呢？探员对他发誓，他们永远不会忘记你对人民做出的贡献。吉米这才下定决心，为了不让人怀疑，入狱的流程他通通走了一遍。这里唯一知道他卧底身份的人就是心理医生。他将吉米的牢房安排到拉里的对面，随后告诉他这里的生存法则，那就是随机应变。这里没有任何规律可言，一切都是不可预测的，你身边的人可能会毫无目的的动手。吉米房间的上一个犯人就是承受不住巨大压力了结了自己，到现在房间里的血迹还没有擦干净。吉米问他如果自己遇到危险该怎么求救，医生给他留了一串号码救急，他努力地将数字记到脑子里。由于这里的犯人都有精神疾病，所以吉米也必须过来按时服药。为了尽快完成任务离开这里，他假装和拉里搭讪，不料对方根本不鸟自己，无论他如何搭话，拉里都不拿正眼瞅他。直到这天，吉米中风的父亲来看他，并用自己警官的身份让狱警对他多多照顾。可他却忘了一件事，那就是儿子是来这里当卧底的，
而且在吉米的身份里没有亲人。父亲今天的举动直接暴露了吉米的身份，也给他日后带来巨大的麻烦。老父亲也意识到自己把儿子坑惨了，得知他身份的狱警表面答应帮他保守秘密，甚至还看在他父亲的面子上，主动给他介绍了牢房里一位大佬当做靠山。由于双方都是意大利后裔，吉米很快便得到大佬的赏识，而这一切都被狱警看在眼里。为了尽快接近拉里，他一路跟着来到电视房，看得出来对方很喜欢这个电视节目。吉米一阵无语，但他又不知如何搭话。不过很快他就找到一个绝佳的机会，这时一个瓜娃子走进电视房，直接切换了电视频道。We were watching you. Yeah, now you're fucking not. 看到对方凶狠的眼神，拉里当场认怂。吉米知道机会来了，当即就把节目换了回来。You want to change that back? No, I don't. Right fucking now. Purchase today. 很快赶来的狱警就将他拉开，并将他单独关了禁闭。吉米也恢复了正常，而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当他回来后，拉里主动跟他打了招呼，还感谢他为自己出头，两人就这样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可还没聊上两句，狱警就把他单独叫到牢房，直接开门见山的索要10万好处费。吉米不理解，狱警表示你现在得到黑手党大佬的信任，如果他们知道你是卧底，你猜会有什么后果？这里的人最痛恨叛徒，吉米无奈只能妥协。随后让狱警叫来自己的父亲，他让父亲给自己拿钱保命，可父亲却表示那笔钱已经治病花光了，他偷偷留下的白面也被弟弟骗走了。吉米表示扬声器里还有1公斤的面粉，他让父亲拿来给自己，然后想办法在这里换成钱堵住狱警的嘴。I'm not gonna let you down. 这次没拿到钱，狱警很恼火，他给了吉米最后的期限，但好在自己和拉里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两人的话题越唠越变态，拉里的脸上也逐渐兴奋起来。可刚要谈到关键问题，狱警就来打断了他们，是吉米的父亲来了，可他什么也没带来。看来扬声器里的面粉也被弟弟偷走了。吉米被气笑了，为了解决眼下的危机，他只能找到假扮他女友的探员，可对方却说这次任务是不能公开的，因此他没有权限向上级申请这笔钱。同时女探员还带来一个坏消息，那就是上级认定拉里不是凶手，要取消这次任务。可现在即便是终止吉米的任务，也需要几周的时间去调换监狱，真等到那时他连头七都过完了。现在他很确定拉里就是凶手，因为眼神是骗不了人的。为了保住小命，吉米只能靠自己了。他决定继续潜伏，套出拉里埋尸的下落。为了继续深入调查，吉米趁对方不再偷偷潜入他的牢房，试图在这里找到蛛丝马迹。从墙上的照片可以看出，拉里是个喜欢战争的狂热分子，但这不足以说明他就是凶手。随后又翻了翻桌子上的书籍，还是没有任何发现。就在这时，角落里的杂志吸引了他的注意，打开一看，里面的内容不堪入目，十分符合凶手变态残忍的性格，这让他更加确定拉里就是幕后凶手。此时放风的时间就快结束，吉米连忙将物品摆回原处，可刚回房间就看到了那个讹他的狱警。对方来此的目的很明确，就是索要那10万块。可女探员已经告诉他上面不会拨款，他索性直接告诉狱警，让他断了这个念想。不料对方一句话不说，转头就走，似乎在告诉他你小子给我等着。这时隔壁传来拉里的声音，吉米走了出去，对方却说现在太安静了，可能是暴动前的宁静。随后又问他看没看到谁进了我房间，吉米连忙摇头。可接下来拉里的表情耐人寻味，像是看穿了吉米刚刚走进自己的房间。吉米被看得心里发毛，他假装生气掩饰自己的心虚，来到操场，想起刚刚拉里说的话，现在的气氛确实有些怪异，囚犯们都自顾自地待着，似乎是等待谁在发号命令。这时拉里也走了出来，他向吉米道歉。I know you're upset. I am not upset. I don't know you from one minute to the next. 吉米一招欲擒故纵，玩得炉火纯青，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消除自己的嫌疑。很快，监狱里就发生大规模暴乱。正如拉里所说，每次宁静过后都会有暴风雨来临，犯人们在这时都会对看不顺眼的动手，就连狱警也不能幸免。拉里被吓得抱头鼠窜，暴乱持续了整整一夜，最终还是在狱方的压力下恢复了秩序。这也是当初吉米不愿意来的原因，因为不一定在哪天你可能永远都醒不来了。正在休息的吉米听到拉里的声音，他请求吉米不要生气了，一切都是我的错。吉米也认为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当即便原谅了他。拉里听到后笑得就像个800斤的胖子。由于昨晚发生大规模叛乱，此时监狱里一片狼藉，犯人们被派来打扫卫生。更奇怪的是，狱警将卫生组长交给了拉里，他似乎对收拾残局很在行，而且一改往日的颓废，有条不紊的分派任务，让人生不出拒绝的想法。随后众人开始进行清理工作，吉米则是一边打扫一边和拉里聊天，试图从拉里嘴里套出有用的线索。然而对方接下来说的话直接颠覆了他的三观，就连我一个变态听了都觉得变态。 If you had a pet chicken, could you eat it? I wouldn't.
Well, I would have one. I would eat it. Purchase your You tracks eat your pet. today. Yeah, it's just me. We're all just me. I would eat my pet dog. 可随后他又说父亲不让他养宠，因为这会耽误正事，而他所谓的正事就是挖别人的坟墓，这也是父亲从小给他灌输的思想。一个人死了带不走任何东西，这些值钱的物件埋着也是浪费。于是让小拉里亲自动手，将他们一个一个取下来。可对方手上的戒指难住了他，父亲直接给他扔了一把剪刀下来。此时在小拉里的心里，这些东西就应该是属于他的。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他的心里也越发的变态。拉里被打开了话匣子，将自己的成长经历说了出来。吉米问他做这事不害怕吗？ The dead are pleasant. They don't talk down to you, don't talk back. They're just so peaceful. I look into their faces and it gives me hope that the next world... 吉米有些无语，可接下来拉里的话更是毁了他的三观。他表示曾经有一个叫罗拉的女孩，高傲的样子让人望而生畏，从小到大都是高冷女神。后来她从高处坠落，把脖子给摔断了。She got a lot less untouchable after that. Like I said, Purchase your tracks today. evens it out. 而那个女孩也在下葬当天被挪走，动手的正是成年后的拉里。至于女孩之后被他如何处理，就不得而知了。清理完卫生，拉里开始询问吉米小时候的经历。他想起女探员嘱咐自己的话，一定要引起对方的同情，两人的距离才会越来越近。于是吉米开始卖惨，惨到拉里都不忍直视。讲完，吉米转身就走，假装很悲伤的样子。拉里追上去问他：“你没想过对他们下手吗？” What things? Things. Purchase My your mother? tracks today. To anyone. I don't understand. I soak a rag in starter fluid and put it in a mason jar in my hand. If you put it over a person's face, Purchase your tracks today. around seconds. Nothing to it. 吉米表示不是恨一个人就要弄死他，可拉里却说他们总打我。 Did he? Girls, you know. What girls? Girls I meet. 这时回牢房的铃声响起，两人不得不结束这段对话。吉米感觉自己离真相越来越近了，他非常确认拉里就是连环案的凶手。没过多久，家里来看望拉里，他表示最近总有警察登门拜访，似乎想找一些能证明他犯罪的证据。听到后，拉里便知道自己离出狱不远了。至于这个变态心里在想些什么，恐怕只有他自己才会知道。男人为了减刑10年，主动来到满是死刑犯的监狱服刑，可这天他却发现囚犯们对自己充满敌意，那眼神恨不得活吞了他。吉米知道很有可能是狱警搞的鬼，原来之前父亲暴露了他卧底的身份，狱警得知后朝他要10万块封口费，但吉米却并没有如约上交。为此他找到和自己接头的心理医生，可来到医务室他一脸蒙圈，跟自己接头的人竟然休假了，这让他心里十分慌张，因为自己的身份暴露，他很有可能会命丧于此。随后听着女医生问的问题，吉米感觉对方在试探自己的真实身份，这让他更加小心谨慎。不料女医生话锋一转，问他是否会对某个狱友的精神健康构成威胁。吉米愣在原地，他突然想起拉里，难道是拉里识破了自己的身份？就这样，他在担惊受怕中度过一晚。第二天一早，吉米假装镇定地坐到拉里旁边，通过交谈，他才确定对方并没有发现自己的身份。拉里则是打开了话匣子，说起了自己的家族，老一辈的很早就结婚了，他曾祖母14岁就生了他的祖母，两人聊了很多。吉米突然转移话题，问他交的最小的女友是多大。拉里心生警觉 You first. My ass first. You first. 看到拉里变脸，吉米只能先回答他的问题。然而正要轮到他时，狱警却突然出现让拉里维修水管。吉米一脸无奈，他感觉有点奇怪，每次自己的问题都会被对方反问，并且拉里还会巧妙地避开，难不成他是在装傻？随后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吉米找到一位大佬陪他打发时间。两人本来就是老乡，可今天对方却一反常态，问他是不是要搞面粉进来卖。吉米连忙说自己有这个想法，但是面粉没搞进来。大佬让他打消这个念头，否则别怪自己不客气。然后又向不远处的狱警点了点头。原来这一切都是狱警搞的鬼，看来自己不交10万块出来，对方是不打算放过他了。面对如此险境，吉米越发的想要离开这里了。他连忙打给女探员求救，不料自己的账户全部被冻结，也就是说，他彻底和外界失联了。来到操场，吉米发现狱警在不远处指指点点，告诉囚犯们他是个告密者，就连自己的靠山看向他的眼神都有些不善。看来想要离开，他必须尽快从拉里那找到突破点。拉里还不知道吉米被盯上了，两人继续在这里侃大山。吉米再次把话题引到案子上。She was nice at first. Who's that? Who's nice? Huh? Jessica Roach.
而这个女孩正是被警方发现的那具尸体。拉里表示自己路上遇到她爆胎，顺道载了她一程，因为都喜欢骑脚踏车，两人起初聊得很投机，可到后来他就变得不友善了。You remember why? Why are you asking? Shit, Larry, I thought we were just talking. Is that what we're Purchase doing? your tracks today. That's what I'm doing. She got into my van just fine. She looked at my bike and my cleaning supplies. And so I kissed her. And that's when she turned mean, just awful, slapping me and hitting me. And I just had to rag her with the starter fluid. I had to. 随后拉里还说自己带她去了个偏僻的地方，但那个女孩太坏了，对方醒来后又抓伤了自己，他只能再次用抹布将女孩捂住。后来对方就没了动静。拉里在处理他指甲里的皮屑时，还发现大量自己的皮肉，这一切就像做了一场梦。听着对方轻描淡写的说着案发过程，吉米只能强颜欢笑。与此同时，找他当卧底的女探员也是一刻未停，她来到拉里路口供时说过的修车厂，然后将拉里的照片给老板看，对方一眼就认了出来。老板说这人很奇怪，最开始来的时候看着一脸人畜无害，却到处聊闲，后来惹到了自己女儿，他才将拉里赶出了这里。随后女探找到老板的女儿，女孩说这里的女性都很讨厌她，因为拉里私下跟他们说话十分恶心，后来盯上了自己，还经常送一些礼物给她。探员想要看看礼物，女孩说自己早就扔了，但有一个她至今还保存着。当几人来到库房，看到眼前的脚踏车，探员愣在原地，这不正是被害人杰西卡骑的那辆？案件有了重大突破，可当两人把证据拿回去时，检察官竟然说这还不够，因为没有证据是拉里送给他的，而且脚踏车的序列号也被毁掉了，这东西拿到法院上根本不足以当成证据。面对即将被释放的拉里，他们又该怎么办呢？男人被自己的梦吓了一哆嗦，醒来后发现梦里的变态就站在他床前。吉米连忙问他自己有没有说梦话，拉里说没有，还说一定是自己昨天讲的故事让他害怕，一句话就否定了自己陈述的罪行。吉米一脸蒙圈，看来自己的努力全都白做了，但他只能装作不在意的样子。随后他说你讲述的故事经不起推敲，只是简单的想想细节就知道是假的。拉里问他是哪些细节，吉米告诉他，你说你从小就挖坟墓，但你杀了杰西卡却没给他挖一个。一番激将法没想到竟然真起了作用。拉里表示挖坟需要合适的土壤，而且在黑暗中很难行动，还要注意随时出现的路人。吉米却一脸敷衍，看到他戏谑的表情，拉里终于怒了。 I'm not lying, James. You're not a killer, man. I've looked into the eyes of a few, and you don't have those eyes. What eyes Purchase your do I have? tracks today. 吉米说杀手的气质你是模仿不来的。拉里见状约他在木工房见面，他要让吉米看看什么是杀手的眼睛。接下来一整个早上，吉米都在惶恐中度过，他不清楚拉里哪句话是真的。这个胖子远比他想象的难搞，而且现在自己的身份暴露，很多帮会里的人物都对他虎视眈眈，稍有不慎就会随时丧命。回来后，吉米不停地锻炼，以此来消除内心的恐惧。这时那名勒索他的狱警找上门来，看到他对自己一脸笑容，就知道准没有好事。原来狱警得知他为高官工作，便连忙过来捧臭脚，想让吉米后面的人给自己换个油水多的岗位，并表示我是不会出卖你的。吉米暗自发笑，自己的身份就是他泄露出去的，还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他告诉狱警，如果自己1周后毫发无伤，我就找人给你换职位。听吉米的语气，狱警就知道他在耍自己，当即私下伪装，让他好好享受接下来的牢狱生活。没多久，吉米之前的靠山找到了他。大佬表示他最恨别人欺骗自己，在这所监狱什么都有可能发生。一番看似平淡的对话却充满凶险，吉米必须尽快找到拉里作案的证据，不然哪天可能被人吞得连骨头都不剩。随后他来到木工房找到拉里，此时桌子上正摆着一幅地图，吉米努力地将它记到脑子里。拉里向他展示自己的成果，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他亲手做的。吉米问他为何小鸟是21个，拉里并没有回答他，而是拿起一只小鸟给他看，顺手把地图卷了起来。拉里说自己会把小鸟寄给哥哥家里，让哥哥把它们涂成黑色，然后让这些黑色的鸟守护死去的人，守护他们的灵魂。吉米似乎猜到了什么，接着拉里告诉他自己是神的一部分，当我叠那些衣服时，只是我无意的善举。吉米问他是谁的衣服，拉里竟然说出了一个被害女孩的名字，他还说这个女孩很难搞定，力气大的出奇，要不是自己捅了几刀，兴许还真解决不了。吉米强忍心底的怒火，这个恶魔竟然把残害别人说的这么天经地义。随后拉里还说自己给他挖了一个十分完美的坟墓，绝对不会有人找到。这时狱警催促他们该回去了，吉米说你可以把坟墓的位置告诉他们的家人，让女孩们得以安息。可拉里却笑他太天真，如果那么做他就永远也出不去了。吉米表示你可以告诉我，我匿名寄给他们的家人。不料拉里变态的笑了起来。James! James!
You're fucking with me. You're always fucking with me. You're just like Gary. Oh my god. 面对这个冷血动物，吉米终于忍不住爆发了。You're not gonna win your bill. No Fucking today. way. James, why are you acting? You'll never get out of here. 吉米彻底摊牌了，拉里瞬间就猜出他是警方派来的卧底，然后一把掐住他的脖子，算是他欺骗自己感情的代价。很快守卫赶来将两人分开，拉里愤怒的表情简直要活吞了他。当晚两人在牢房里对视一宿。第二天到了放风时间，只有吉米的牢房没有开门，看着被锁在里面的吉米，拉里露出嘲笑的表情。过了好一会儿，吉米的牢房才慢慢打开，可他刚走出门就被狱警抓了起来。原来是心理医生休假回来了，他向吉米表示歉意。这里发生这么大的事，竟然没人通知自己。可此时的吉米却只想要一支笔，他凭借超强的记忆，竟然将拉里的手绘地图画了下来。可画完之后，他也一脸蒙圈，因为从这上面根本看不出具体位置。他无比懊恼，努力了这么久，却还是一无所获。探员安慰他，我们在想别的办法。随后吉米将拉里给他讲的故事一字不落的说了出来。听到案发现场的经过，很多事情都是警方没有对外公开的，此时却被他从头到尾讲了出来。探员满脸欣慰，因为这就是他们想要的证据。吉米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几天后，他再次登上法庭，探员答应他的事情没有食言，法官当庭免除他所有刑期，立即生效。虽然没能找到女孩们的尸体，但却保证了他不会再埋更多的尸体。随后拉里登上法庭，在吉米的作证下，法官驳回了他的上诉。鉴于案发经过只有凶手本人知道，拉里的余生只能在牢里度过。上诉失败后，拉里曾试图了结自己，却被守卫及时发现。后来家里来看望拉里，家里恨自己没能照顾好他，让拉里犯下滔天大错。Not you, Gary. Please. Hey, please. 这时拉里才真的后悔了，但这一切都为时已晚。本故事由真实事件改编，家里最后说服了拉里，供认出15起谋杀案，但很快又撤回了自己的供词。至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埋尸地点被发现，他在有生之年将没有任何资格获得假释。